各位同学好，我们要介绍的是 NoSQL 资料库储存常见的工具介绍与实作2 MongoDB 的实作篇。那 MongoDB 的实作篇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在介绍这个简报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到 MongoDB 的相关的介绍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会依照下面的练习，然后呢，我们从头开始，那开始介绍如何安装 MongoDB， 然后并进行基本的配置，来确保我们的系统是可以顺利的安装，还有运行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可以实际的操作，例如地下水的数据汇入到 MongoDB， 了解一下它的处理跟储存的方式，那从而简单的查询啊、筛选、排序，我们逐步来学习这些相关 MongoDB 的基本查询的语法，然后从简单的查询开始，逐步的去学习如何让学习资料进行筛选跟排序，进一步掌握这样一个数据的查询的灵活跟强大的功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如何安装 MongoDB。那记得大家在安装之前要去我们简报所提供的 pCloud 的连结中去下载，就是我们需要的资料，就是 MongoDB 的上传资料以及我们的水文资料 CSV 档。那这样子下载完的话，就可以开始安装 MongoDB 了。那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先安装一些相关工具，就等一下后续会用到的相关工具要先做一个安装。那再来我们要添加 MongoDB 的 GPG 精要。那在这边我们选择安装的是 6.0 版本，因为 6.0 版本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的版本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找最新的版本来下载。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 MongoDB 加入到 Ubuntu 22.04 当中，那就是输入以下的指令。如果大家怕指令可能会不小心输错的话，其实也都可以去网络找一些相关的教学，就是直接复制他们的指令来做安装。那再来，我们就再更新一次 Ubuntu。最后，我们就可以安装 MongoDB 了。安装好之后，我们就要启动 MongoDB 的 server。那一样是输入以下指令启动。那这样子就成功启动了。然后
如果我们不放心要确认它的状态的话，我们一样是可以输入这个指令来确认它到底有没有启动，就是它的状态如何。如果看到它这里是绿色，然后显示 active， 那就是有在运作了。那我们的 MongoDB 的安装就到这里结束。那接下来会教大家如何使用我们提供的 Python 档来上传资料到 MongoDB 当中。然后我们要上传 MongoDB 的资料之前，我们要先修改一份文件，就是输入一下指令。那打开这份指令之后，我们可以找到 net 的地方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原本应该是 127.0.0.1， 那就要麻烦大家把它改成 0.0.0.0， 这样子才会，就是后续我们在做 MongoDB 的连线才会成功。那好了，就储存离开就可以。那再来，因为我们刚刚有修改过 MongoDB 的文件，那我们就必须要重启服务。那就输入以下指令去重启。那一样，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重启后的状态。那看到绿色就是代表没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上传我们 MongoDB 的资料了。那在执行这个上传的 Python 档之前，我们要先修改一些资讯。把它点开来，就是我们一行一行的来看，说我们到底需要修改什么资讯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在要执行这个 Python 档之前，大家要记得去安装 Python 套件。然后这部分的话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 InfluxDB 的时候就有讲过了，就是如何安装 Python 3相关套件，大家都可以，如果忘记的话，可以去那边参考。那再来也要记得安装就是这两个套件，才不会就是出现指令错误的部分。那再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MongoDB 连线设定的地方。那这里的话，一样是要改成你自己的虚拟机的 IP 位置。然后至于它的 IP 位置如何找查，也是之前有提过，只要在打开另外一个新的 terminal， 然后输入 ifconfig 就可以查询你自己的 IP。然后这边这两行的意思的话，就是这边会创建一个资料库叫 water， 就是我们存进去的资料会到这个资料库当中，然后到这个资料库的 collection 里面。就是这个10000的 collection， 它会根据资料的笔数去放到这个资料库当中。在这边还有一个要改的地方，就是它 CSV 的入境档，大家要记得把它改成你自己放置 CSV 的路径，就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之前有提过找路径的方式，大家都可以，就是前面的影片都可以再参考。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读取 CSV 档案嘛，然后我可以解释一下，这边 CSV 档案的话，它就是以逗号去做区隔，就是它会去抓以逗号分隔的文字。那我们刷到第一个分隔的文字的话，它第一个就是站点的编号，第二个就是站点名称，然后第三个就是时间，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水位的数据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还会做一个 data form 的转换，然后最后就是插入资料到 InfluxDB 中，然后再关闭连线。那如果修改好的话，我们就进行储存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上传我们的资料了。那一样要先记得进到我们这个资料夹当中，然后输入 Python 3，然后 MongoDB upload 那个 Python 字档案。那等待它一下，这样就是有上传成功了。那我们要确认我们上传的东西有没有在里面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进到 MongoShell 里面去做查询，然后我们所有的找查的资料其实也都是会在这里去做指令的操作。那这样就可以进到就是它 shell 里面了。那我们就是要选择我们刚刚储存那个资料库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刚刚储存那个资料库名称叫 water。那我们就可以切换到 water 这个资料库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存进去的 collection。那就可以看到这个10000笔的资料有被储存进去。
那以上就是它储存资料的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如何查询相关的资料。我们会介绍6个指令让大家练习。这里是以找寻 water 10000这个资料去做范例。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要先确认我们存进去的资料有没有问题嘛，所以第一个我们都一定会先去查询 water 表内所有的资料。那在这里的话应该是说这个10000的 collection 里面所包含的资料。那我们要找它所有的资料的话，就可以输入以下指令。那输入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存到的资料都有被存在这个 collection 里面，然后就是分别按照它的行数去做储存的，就是有它的站点编号、它的站点名称，然后它的时间跟它的水位值这样子。那第二个指令的话，我们就会找寻 water value 中所有大于0的值，因为一样我们是要筛选，就是我们要把异常值都筛选出来。那我们一样是输入以下指令来找寻大于 water value 大于0的值。那我们可以按上去找到刚刚的指令做修改。那这边我们是要筛选 water value 那一行嘛，那我们就要先上它的名，就是我们要筛选的 column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可能都要注意一下一些格式的空格，不然它可能会没办法正确的就是得到指令。那输入之后就可以看，它就是这里跑出来的都是 water value 大于0等于0的资料值。然后再来是我们要找寻 water value 中最大的一笔资料，那一样是以用刚刚的指令去做修改。那输入指令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显示出 water value 里面最大的这一笔数字，也就是 2.944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计算 water value 的平均值。那这边的话，就会计算出它的平均值。那再来第5个指令是要查询异常值，就是查询小于0的值。那一样输入以下指令。那这边的话，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负9999998的值都有被列出来。再来是最后一个指令，也就是我们要查询，就是所有不重复的水文站点的值。那一样是输入以下指令。那输入之后就可以看到，就是依然是我们我们这个10000笔资料就是包含这3个不同的站点的测站值。那大家其实都会可以再去测试我们有给的100万笔跟300万笔的资料，可以去看看这其中有什么差异，然后在运行程式的过程中，它的效能如何啊？就是每个资料库所使用这些资料的话，那它上传速度跟找寻速度会不会有所差别？大家都可以再去试试看。然后 MongoDB 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指令，也可以让大家去做查询。那以上就是 MongoDB 的安装以及资料查询等等介绍，谢谢。